大家好，我是议员。相信玩策略游戏的玩家都比较熟悉这个游戏了，就是帝国时代，而且这个是正版授权的手机版本。在今日官方终于宣布了，他们正式推出的时间就是在10月17日，目前是已经开放预约了。如果提早预约的玩家还可以获得奖励，目前是已经有200万玩家预定了，但是我们还差100万就可以获得埃及艳后。如果你们对这个游戏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官网链接，或者是你们去游戏商店那边搜寻帝国时代，只有提早预约的玩家才可以获得这些奖励。在前不久我有发布过帝国时代的影片，有做过一些介绍，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是新手玩家的话，进来这个游戏应该要做什么东西。那首先在一开始呢，你们要把自己的实力提升的高一点，因为如果你们想要更快的去发育的话，其实加入一个联盟是最好的选择，尤其是加入比较强大的联盟，你可以获得更多奖励，还有更多的队友可以帮忙你。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最好还是牵程到自己队友附近，毕竟这个还是战争游戏，你的城市随时都有可能被进攻。不过在早期其实还是有护盾的，就是说不会被敌人攻击，但是在那一段时间你要尽快发育，所以找一个好的位置，然后点击空地把自己的城市牵程过去就可以了。选择好牵程之后，当你们出现这个画面，就是表示说绿色的地方是可以牵程，红色是不能牵程的。再来就是你们的兵力，如果你在这个游戏中没有兵力的话，你没有办法采集，没有办法打野蛮人，什么都做不到。在这个游戏有分成4个兵种，有包括剑兵、枪兵、骑兵、弓兵，每个兵种都拥有7个等级，越高等级的部队实力越强，也比较硬一点。当然后续你们也可以把一些比较低等级的部队提升到比较高的，所以在早期是可以训练体役部队的。不过在一早期我不太建议各位使用太多的加速，因为在一开始训练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如果使用加速的话会比较浪费一点。等到后期解锁更高等级之后才使用加速会比较合适。那么要如何去解锁更高等级的兵种呢？你们就要去学院，然后点击研究。相信这个界面大家也比较熟悉啦啊，毕竟我的观众也是玩策略游戏的。这里除了要解锁每个兵种的真理之外，还要解锁每个不同的等级。因为这个游戏里面有T气的关系啊，所以它这个研究也比较长。这里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解锁，因为你要解锁这些研究呢，也不是说你有一些加速或者资源就可以解锁了，你还要提升学院等级才可以解锁。下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统帅了，如果你们在早期一个统帅都没有的话，你基本上是很难玩下去的。那在早期你们要获得统帅的方法就只能通过酒馆，或者是要花钱去购买一些礼包之类的。在酒馆里面有固定7位金色的统帅，只有金色的统帅是有身份有名字的，其他紫色的统帅呢，一般来说都是大家比较不太熟悉的啦。在这么多位统帅里面呢，我是比较推荐关羽的，但是因为这个是抽的方式嘛，你不一定能拿到关羽。关羽在早期开荒的时候其实是很实用的，它是偏向于纯输出的统帅，是攻击跟暴击。当然你们可以点开技能查看，它的技能全部都是伤害提升、爆发，随着统帅等级提升就会解锁更多的技能。当然这里技能说明是比较简短的，如果你们想要看详细一点呢，有多少的伤害提升百分比有多少的话，就是可以点开技能查看。在这个游戏中，一个队伍可以搭配3位统帅，那假设说你是已经有关羽的话，你可以搭配哪一些统帅使用呢？关羽他擅长的兵种是骑兵，你们可以看其他的统帅，就比方说哈拉尔3世，他也是专项于骑兵跟剑兵，这样你们就可以用哈拉尔搭配关羽使用了。而且哈拉尔刚好就是辅助跟争议的统帅，他的技能刚好适配搭配关羽。因为在一个队伍里面你只是有输出的话是没有用的，你还是需要辅助跟回血奶妈。但假设说你运气不好没有办法抽到关羽怎么办？还有另外一个角色，这个就是约瑟芬，兵种专长是使用剑兵跟弓兵，这样子你们就可以把他跟哈拉尔搭配在一起，然后使用剑兵。这个角色在一开始是肯定会给你的，不过你们也知道游戏的套路啦，这些统帅早期是能用啊，但是到后期可能实用性不是这么高。但是我们在早期还是必须要准备一些开荒统帅，假设说你是已经抽完了，把你的钱全部花光了，都没有办法拿到一个比较好的角色的话，你就只能投资在一开始的角色了。刚好约瑟芬就是进攻跟恢复是可以搭配哈拉尔使用的，另外一个贞德也是属于进攻的统帅。但是万万让我没有想到就是李舜臣居然是采集统帅虽然说他是采集统帅啦，不过他还是可以进攻使用了，只不过在4个技能里面有一个技能就变成采集了。除了李舜臣之外，埃及艳后也是采集统帅，这个算是老套路了吧。埃及艳后一般都是辅助或者是采集，那如果是有采集特性的统帅的话，就变成他的技能里面也是有包含采集速度提升。那除了这几位统帅之外，还有一位就是汉谟拉比，他是属于辅助统帅。
如果你们抽到它的话，可以搭配初始角色一起使用。这2个都是使用剑兵的统帅。那你们拿到角色不知道怎样搭配，也没有看我这个攻略的话，没有关系，它下面还有一个攻略可以给你们自己点开，应该要怎样搭配全部都写出来了。对于那些早期不喜欢看攻略的玩家来说，这个还蛮方便的，但是也是要有一定的运气啦，你要抽到那个角色才可以使用。它会根据玩家不同的需求分配出不同的搭配。就比方说你要骑兵队伍啊、步兵队伍啊，还是你要暴击队啊、辅助队啊，都可以选择，只要你手头上有那位统帅就可以搭配在一起。不过这个早期应该不太会用得上了，除了我们拿到的统帅比较少之外，还有就是你们应该没有这么快解锁另外2个栏位。一般来说一个队伍只能配一位统帅而已，直到你的城市等级提升上去了之后，才可以解锁更多的统帅搭配在一个队伍里面。11等级会解锁一个空位，17等级会解锁第2个空位。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携带更多统帅的话，先提升好自己的城市等级。而统帅要提升等级呢，也是可以自己手动去提升的，不一定要打野蛮人，因为我玩过其他的策略游戏是一定要打野蛮人才可以提升等级。当然你们要决定好要培养哪一位统帅才投资下去。除了升级统帅的等级之外，还可以进阶。这个进阶是需要收集统帅的碎片才可以提升上去了。你解锁更多星星就可以提升更高的能力。在这个游戏中也是有英雄装备的，不过我相信大家在早期应该用不上了，而且我自己也还没有15等级，所以这个之后才讲。那我们先来讲天赋吧。那天赋上面一定是要解锁了，解锁了上面之后，你才可以解锁下面的。不过你们可以明显看到中间是已经有分成一条线了，因为它左手边是全部伤害提升，右手边全部都是受到的伤害降低，还有一些防御力提升之类的。每升2个等级就会获得一个天赋点，如果你们要充值的话，就会消耗你们的硬币，也可以说是宝石。所以各位在点击天赋的时候要慎重点选。那这个游戏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是自由行军的，在以往一些策略游戏啊都是点对点，或者是它只能走格子。那假设说如果你们把全部资源都培养在同一个统帅或者是一个队伍上的话怎么办？这个游戏还可以设置先锋队，就是让你一些比较强的队伍负责扛伤害，然后另外的队伍负责辅助伤害。像画面上所演示的，你们点选一个敌人之后按多选，可以选择统速移动还有先锋队。统速移动是为了要避免你的其他队伍会脱队啦，先锋队是让你那些比较厉害的队伍去扛伤害。像我已经勾选了关羽，当其他的部队已经抵达目的地之后是不会进行攻击的，只有关羽到了之后攻击敌人，他们才会跟着一起攻击。但是在攻击之前呢，你们可以看到系统会提醒你有兵种克制。在这个游戏中它有4个兵种啦，然后4个兵种都有互相克制的地方。像是关羽他是负责骑兵的，如果他遇到枪兵部队的话，他是会被克制的。如果我要克制敌人的话，我就只能带剑兵去克制。如果你们不清楚兵种克制的话，在队伍编辑中可以点选查看。简单来说就是剑兵克制长枪兵，长枪兵克制骑兵，骑兵克制工兵，工兵克制剑兵。当你们攻击敌人之前可以点选部队，然后看一下它是属于什么兵种，像那个是属于长枪兵，你就知道你要用剑兵去攻击它。假设真的不记得也没有关系，系统会告诉你你这个队伍被克制了，或者是你克制哪一个队伍。当然这个游戏也是有体力的，如果你们去打一些野蛮人啊、野外的部队之类的，都是会消耗体力。除了那些东西之外，比较重要的就是你们的资源加速其实也是很稀缺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根据它的游戏任务叫你做什么就跟着去提升什么，不要只是急着把自己的城市等级升上去而已。当你完成更多的任务或者是要求之后，可以拿到更多的奖励，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发育。加入联盟，他们有购买一些礼包之类的，你可以获得一些其他的奖励或者是资源。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勤劳一点去采集资源，不管你是玩哪一款策略游戏都好，资源跟加速是肯定最重要的。就算你有再好的统帅，再多的兵力也没有用，没有资源加速你就寸步难行。另外一点，我叫你们优先加入联盟的原因，也是因为里程碑里面有很多任务都是需要用你的联盟来完成的。虽然这些奖励不算特别多，但是对于那些早期要玩这个游戏的玩家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当然如果你们想要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克服一切了以上就是帝国时代手机版的一些介绍，所以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